回到开始要做一个面指定4个点为一面，或者是3个点为一面。那可不可以指定5个点？它也是有，可是就是可能需要别的功能。这里面有简单的一些构成面的一个工具哦，这在后续会讲到它的一个比较进阶的应用，比如说它以平面的一个曲线去建立它的一个曲面哦，这里就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工具。我来介绍，我用立体视图哦，我在这个地方怎么画都是一个平面呢，我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我着色模式，它会变成一个面呢。变成一个面。和这功能可以顺便检测你这个线是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。你把它拉上来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个功能就没办法使用了，因为它只限于在一个平面上的一个平线呢，就是完全是平整的一个曲线上才能使用这个功能。这当然你还是可以用别的工具去使用了，比如说这里就可以使用1、2、3、4，就出现了一个这种曲面了，甚至是做一个切面等等的一个指令也是可以。构成面的方式有很多，然后因应不同各种的使用需求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各种的指令了。比如说你现在把它，那我们来进阶的介绍一个题，这一个操作轴，你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就变成一个题。可是这当然是有一个使用技巧哦，你在拉这个轴向的时候，你要按住 Ctrl。这后续会在操作轴的一个章节会特别去细讲这些操作方式哦。现在只是先大概介绍一下工具列的分布哦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其他功能，还有一些直线挤出啊。直线挤出的意思是这样，你把它按直线挤出，它就出现一个面。然后你在直线挤出的时候，它里面有很多种样式可以选择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挤出至点，或者是要一些它特殊的一个方式，比如说你要挤出的时候是呈现一个锥状的，它会出现一个角度哦，它这里有一个拔模角度哦，你可以用20，这样比较明显了。你发现它是有一个出现一个角度了。这一般我们会在一个在圆这边会比较明显，用给大家看。这里会出现一个锥状，这时候在画一些，比如说你在一些产品的一个拔模角度的时候，你就可能可以使用到这些指令哦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这些都很后续都会再细讲哦。